窮人同有錢人最大嘅分別就係窮人根本就唔知有呢3個嘅財富秘密。由細到大，我哋都被灌輸要咁樣先可以建立我哋嘅財富。首先要接受教育，然後揾一份好工，努力做嘢等升職，咁就可以賺更高嘅人工啦。然後就係將部分嘅人工存喺個 saving 嘅戶口裏面，但係 saving 嘅利率咧未必跟得上通脹喎。再放一啲喺強積金度，你以為咁樣做退休就有保障咧？可惜嘅就係我哋嘅學校系統咧冇教到我哋生活中裏面咧最需要知道嘅金融知識。無論係社會、學校定係家庭，由細到大咧，我哋都被教育成錢係非常之重要，所以咧我哋要努力讀書。努力向上流，每日花8至10個鐘咧喺公司嗰度，將辛苦努力賺到嘅錢咧，再買你個 dream house， 即係負債 debt 啦。然後因為你要俾呢個 mortgage， 所以你要更加努力去工作，賺更多嘅工作收入，即係咧 active income 啦。所以90% 嘅人咧認為財富嘅公式就係財富等於工作收入加負債。但係好可惜咧，大部分嘅學校傳統嘅教育咧都冇教到我哋要為自己嘅財產負責。大部分嘅人咧對投資係冇認識，5揀1嘅強積金，因為咁唔少人咧都以為投資原來就係5揀1咁簡單咧。係啊，辛苦唔緊要，你同自己講堅持一下啦，有一日咧會去到我嘅目的地啦。即係咧自由同埋快樂。但係根據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長者貧窮率咧係45%，即係每2個退休後嘅老人家咧就有1個係貧窮啦。咁努力做嘢唔係應該有回報嘅咩？究竟我哋喺邊度出咗問題呢？大部分嘅人好中意將佢哋嘅財富咧數字化，佢哋最中意咧就係咁講噶啦。如果我有3000萬嘅話咧，我就自由噶啦，唔使再返工，咁我就會變得好開心。但係其實財富嘅真正公式咧，係要有系統同埋有策略咁樣咧，一步一步咁樣建立，而唔係單靠我頭先講嘅一條公式。就好似個廚師煮嘢食咁，佢都會有佢嘅 recipe 啦，佢要用到嘅食材、調味料都有特定嘅數量比例咧，同埋步驟。但係要煮出咧一個獨有嘅拿手菜式，成個過程咧係要時間去研究出嚟，同埋建立成個 recipe 嘅。所以點解你會聽過有1/3嘅6合彩嘅頭獎得主咧，佢哋最終都係破產收場，更加會比普通人咧早3至5年破產，因為佢哋根本就唔知道累積財富嘅 recipe 係乜，佢哋係直接得到成果，但係咧就冇經過個過程啦。所以跟最頂尖嘅1% 嘅有錢人學下點樣管理你嘅財富咧，就好似學緊當中點樣整理個 recipe 啦。好，第一個秘密咧，有錢人咧積聚財富嘅 recipe 就係做一個解決問題嘅人。其實人生裏面咧成日都會遇到問題噶啦，我哋係避都避唔到嘅，所以有錢人係唔會俾問題太過干擾到佢哋嘅心情，反而佢哋會積極咁樣去解決問題，而且咧會為自己嘅問題咧負上責任，改善或者咧避免下次咧再發生同樣嘅錯誤。所以有錢人咧係集中揾解決問題嘅方法，相反好多普通人咧都好容易將佢嘅責任咧推返去人哋度，譬如經濟唔好啊，我上司唔好啊，同事唔好啊，天氣唔好等等啊，總之咧就一大堆嘅藉口。有錢人嘅思維模式咧就係唔好淨係諗住有咩問題，而係諗下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因為當你越集中喺度揾解決嘅方案嘅時候，你就會越揾到更多嘅解決方案，get 唔 get 到呢？所以你會比其他人更快揾出最有效嘅解決問題嘅方法。所以個 problem solving 嘅技能呢，除咗喺職場上面幫到你，而喺你嘅人生上面咧，都幫到你好多。譬如咁講啦，你公司裏面因為你有 problem solving 嘅技能啦，你就會被指派去解決一個又一個嘅問題。而當你可以成功解決更大同埋更難先 solve 到嘅問題嘅話咧，你就對呢個社會或者呢間公司嘅價值咧就會提高啦。當然因為咁樣，你都可以得到更多嘅錢作為回報。而喺職場上面，當你嘅價值提高咗之後咧，你更加容易會得到一個升職嘅機會，同埋咧有更多嘅責任咧俾咗你啦。所以你喺職場上面嘅成就同人生上面嘅成就咧，往往係取決於你嘅 problem solving 嘅技能啦。同樣，全世界最有錢最 top 嘅人咧，都正喺度解決緊世界上面最大嘅問題，所以佢哋亦都獲得咧更多嘅財富作為佢哋嘅回報。所以今日你就要問自己一件事啦，有啲乜嘢嘅問題，如果你真係解決咗，可以幫你咧喺短時間裏面咧累積更多嘅財富，或者喺職場上面咧攀升得更快咧？有錢人嘅第二個秘密就係佢哋不停咁樣喺度創造呢個現金流 cash flow。佢哋用好多唔同嘅方法，第一個方法就係做生意啦。
建立一個咧商業系統去賺錢。當扣除咗生意嘅成本之後咧，應該咧就會有正向嘅現金流啦。第二種產生現金流嘅方法咧就係投資資產，資產咧可以幫你創造出現金流，譬如買樓收租啦。第三就係投資喺其他人嘅生意啦，譬如作為一個股票嘅投資者，當一間公司產生盈利，佢就會用股息去為佢嘅股東做回報啦。股息就係現金流嘅一種。第四就係投資喺唔同類型嘅資產，譬如有存款證 CD 啦、債券、房地產投資基金等等。咁如果你完全唔中意經營一盤生意嘅話咧，持續咁樣投資似乎就係一個好嘅方法咧，令你保持一個正向嘅現金流啦。投資嘅時候有幾樣嘢咧係值得留意嘅。對我嚟講，投資者嘅最大忌咧就係試圖去捕捉呢個市場嘅高低位。即係 time the market。investor 同埋 trader 最大嘅分別就係 investor 投資者佢嘅投資年期係唔會短過3年，一般嚟講係多過5年添。而 trader 交易員嘅交易期咧可以少過1日，甚至係幾個鐘內嘅交易，通常都唔會多過3年。咁由於 trader 嘅交易期短啦，佢哋做 day trading 即係日內交易嘅時候咧就要捕捉呢個短線嘅升跌啦，所以佢哋必須要做到咧 time the market 呢個動作。不過根據研究就指出，超過97% 嘅 trader 交易員咧，隨住佢哋嘅交易期越嚟越長，反而佢哋係蝕錢嘅喎。世界上面只有唔夠1% 嘅交易員咧，真正可以賺到錢。所以咧，如果你唔係打算做呢個1% 嘅神級 trader 嘅話咧，當然啦，我自己都唔係神級，就最好咧就避免做呢個 time the market 嘅動作啦。而長線投資嘅話咧，其實好少係 all in 買1或者2隻嘅股票嘅，通常都係以 portfolio 即係投資組合咁嘅方式咧去做投資嘅。做 portfolio 咧有2個方法，第一就係 mutual fund 啦，即係互惠基金。雖然有大部分人咧都知道投資好重要，但係咧我亦都見過有啲人咧一聽到投資就耍手擰頭，唔好搞我。如果你真係咧冇時間去研究市場，或者咧完全冇興趣去學投資嘅話咧，其實你可以投資喺互惠基金，咁將你嘅錢咧交俾呢個基金經理咧去做管理。呢度最幫到手嘅好處就係咧，大部分嘅互惠基金啊 mutual fund 都提供呢個自動投資同埋複息再滾存嘅計劃，譬如定期幫你供款啦，每個月自動增加預定嘅投資金額，幫你咧投資喺唔同嘅資產，例如股票或者債券。如果再做埋呢個複息再滾存嘅計劃咧，就更加好啦。即係咧自動將你收到嘅股息再買入額外嘅股票，即係 DRIP Dividend Reinvestment Plan 啊，即係系統幫你自動做埋呢個 compounding 嘅複息啦。不過記住啦，投資有風險，投資者咧喺入市之前咧記得做好功課啦。咁如果你有興趣投資基金嘅話咧，依家 Citi Mobile Apps 咧嘅基金買賣平台就可以幫到你啦。Citi 依家嘅平台上面咧，提供超過300款由著名國際基金公司管理嘅優質 mutual fund。太多基金唔知點樣揀最適合自己嘅選擇嘅話咧，亦都可以睇下 Citi Mobile Apps 裏面嘅優選投資組合功能。呢個功能咧就會根據你嘅情況同你推薦適合你嘅基金投資組合，譬如包括一啲咧由平衡基金所組成嘅 mutual fund 啦，即係投資喺世界各地唔同嘅股票同埋債券等等，就好似將雞蛋放喺唔同嘅籃裏面咧，分散投資，減低風險之餘咧，亦都可以賺取唔同行業同埋市場嘅回報。平台裏面咧有一啲投資嘅組合，即係需要100蚊咧就可以買入啦。比起一般嘅基金嘅投資門檻咧，真係低好多。而如果你已經有心水嘅基金選擇，Citi Mobile App 都有簡單嘅基金搜尋器咧，幫你自己去揀基金。而家除咗可以用好多唔同嘅 criteria 去篩選基金之外咧，仲可以喺 App 睇到 Citi 唔同基金嘅排行添。譬如邊個係最暢銷，邊個係最佳表現、最低波幅、最高夏普比率同埋最高派息率嘅基金。而揀中基金咧就可以用 Citi Mobile App 咧24小時7日隨時隨地買賣，非常方便。第二種砌 portfolio 嘅方法咧就係建立一個 ETF 嘅組合啦。咁 ETF 嘅組合咧包括追蹤唔同嘅指數型嘅基金。以前咧我呢啲影片咧就有教到點樣去利用 ETF 去砌多元化嘅投資 portfolio。當然啦，買入呢啲追蹤指數型嘅基金咧，其實係一個比較 passive 嘅投資方法。但係咧被動就唔係指你唔需要做功課喎。喺揀 ETF 嘅時候，你都需要決定資產嘅類別。譬如你係買股票啊、債券定係商品呢？咁你亦都要自己去決定各個資產嘅比重，要投資喺邊個國家、邊個地區定係全世界呢？邊個行業你中意，或者一啲特定嘅投資主題呢？譬如可再生能源。除此之外，你都要注意佢哋嘅交易成本啦，即係 expense ratio 啦，基金嘅流動性、買賣差價，同埋咧佢成個 trading volume 啊。
交易規模等等。而做 ETF 嘅組合嘅你咧，亦都要定期自己去 review 翻成個市場、成個宏觀經濟嘅情況，再每年大約做1至2次調配下自己嘅投資組合比例啦。如果你發現自己已經非常之努力賺錢，將自己嘅生活質素咧降到已經好低啦，但係你嘅財政狀況咧都依然係唔理想嘅話，咁即係代表你其實需要創造更多嘅收入，即係現金流，而唔係淨係一味盲目咁樣儲蓄。第3個有錢人話俾你聽嘅財富秘密咧，就係佢哋明白乜嘢係會帶嚟收入嘅債務，而有乜嘢係會帶嚟支出嘅債務。聽落去係咪好似好難明咁咧？係啊，債務係有2種嘅。假設我買一間屋要借錢，而利息係5%，但係你自己冇自住喎，而係租咗出去，咁你得到嘅租金回報咧就係8%，中間嘅3%嘅差額咧就係你創造出嚟嘅現金流啦。喺呢種情況之下咧，呢間屋係你嘅資產，而呢一間屋嘅 mortgage 債務咧就係會為你帶嚟收入嘅債務啦。咁當然同樣我買一間屋都係要借錢嘅，亦都係要俾一樣嘅利息，不過因為我係用嚟自住嘅，所以我要俾差餉、管理費等等嘅其他雜費啦。喺呢種情況之下，呢間屋唔單止冇創造任何嘅現金流，反而咧係令到我有更多嘅支出，所以我就會叫呢間屋係為你帶嚟支出嘅債務啦。咁呢個咧只係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啊，只係想你明白有啲債務咧係會令你帶嚟收入，而有啲債務咧係會令你嘅支出增加。有錢人唔單止唔驚債務，而且會利用呢個槓桿嘅力量去創造更多嘅現金流，但係窮人咧有嘅淨係負現金流嘅債務。所以有錢人嘅財富公式就係解決問題加現金流加好嘅槓桿啦。除咗 recipe 之外，我自己認為技能都好緊要嘅，所以識得理財投資嘅技能咧係可以幫你咧更容易建立財富。如果你有興趣學多啲投資嘅話咧，你可以睇一睇我嘅豬豬成為專業投資者嘅7大課，咁連結咧已經放咗喺下面嘅資訊欄啦。咁講翻自己少少嘅背景啦，咁我離開銀行嘅時候咧係2020年2月，我喺嗰度做咗好耐㗎啦。咁但係嗰陣時我走嘅時候冇驚㗎喎，咁因為我自己已經用咗10年嘅時間啦，去學習投資啦，學習理財啦。咁呢啲係我自己投資喺自己身上嘅 so call 我嘅技能，而呢啲技能啊就係我所得到嘅知識咧，係冇人可以喺我身上邊咧拎走。依家我自己做 YouTube 啦，所以我都係一步一步咁樣學緊點樣去透過幫助社會啦，為社會帶嚟價值啦，再喺上面咧去慢慢建立自己嘅財富。咁呢個咧就係我依家所謂嘅我嘅目標 recipe 啦。而頭先我所講嘅3個有錢人嘅秘密咧，其實每一個係有捷徑，全部咧都係要靠呢個持續同埋長期嘅努力咧，先可以掌握到呢啲 recipe 嘅秘訣。所以我哋唯一做到嘅話咧，就係越早開始越好，因為越早開始咧，你就越多機會去失敗、跌低、再起身、再學習啦。咁呢度係冇捷徑，而每一個人嘅 recipe 咧，最終係有少少唔同。因為咧每個人嘅經歷都唔同，我希望呢段影片咧今日幫到你啦。好，今日咧我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對 Citi 嘅基金有興趣，你可以登入 Citi Mobile App 或者咧 click 下面嘅連結，了解更多詳情啦。下次再見，拜拜。